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2月27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2月24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196.32，收盘价是196.88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97.67。最低价是在192.80，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5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5日均线值的下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 1.422 亿股，与前一个交易日的成交量是基本持平，量平。KD 值开口略有增大，双线是继续下行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下行的走势中。MACD 开口增大，双线也是继续下行，那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，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多头趋势的回档中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 K 线信息。在2月24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蜻蜓线，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横盘的一个位置。那蜻蜓线通常是变盘的信号 K 线，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是在这个横盘区域相对低的位置呢，那日后如果是开高走高，那股价呢会有继续反弹。如果我们把这根蜻蜓线看作是在股价上涨到高档的一个位置，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如果是开低走低呢，那我们说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下行。对，那么对于我们从 K 线上来说，目前股价能否继续反弹，我们要看日后股价是否能够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。好，以上是 K 线信息的解读，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2月2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呢，股价会出现反转向下，收盘价会在194附近。那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我们说股价有可能会出现补量反弹，那收盘价会在207。实际在2月24日收盘价是在196.88，出现了反转向下。那我们预测的收盘价和实际的收盘价点位相差较多，但是呢，在盘中走势是基本相同的，也就是说它在盘中是不高于202，那最低呢是不低于192。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上解读呢，这样一根 K 线是一根变盘的信号 K 线。那后续股价呢有可能向上，也有可能向上。那我们现在关注一个指标，就是目前的这个收盘价呢，在盘中是股价是跌破了20日均线值，但是2月24日的收盘价又回到20日均线值上方，并且这又是一根蜻蜓线。那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是在这样的一个横盘区域的低档，那日后呢，股价如果开高走高是很容易向上的。那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们先来分析股价后续的上行。那对于2月27日股价如果继续上行，它的目标依然是217，也就是要突破这样一个横盘的区域。那在这之前，它的压力位是5日均线值。5日均线值呢是在197.5到199.5之间。那当然我们会看到还有其他均线值，
那我们把这些各均线值合并之后，我们找到一个最高点是在202.5，也就是10日均线值的上限。那这个位置将会成为一个压力。当然，我们会看到2月23日的这根蜻蜓线的最高和2月21日这根含有长长上影线的长红 K 线的最高，那它们也是股价继续反弹的压力。但是我们说比较关键的一个标志就是5日均线值。好，那我们把这个水平线下移到目前这各条均线值的上限是在202.5，应该是下移很小的一个位置，下移一个点。好的，好，那我们关注这个位置作为日内的观察。那我们说股价一旦能够反弹，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，然后继续向上，说在完成第一个目标收盘价站上217之后呢，我们说股价将会我们称作叫回档成功，因为在这个地方是底高，回档成功再站上前高，那股价一定会启动一波新的上涨行情。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37。那我们等股价站上217之后呢，我们再来讨论237这个目标。好，这是股价后续的上行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。对于2月27日股价下行的目标，第一个目标依然是187，是这个水平线。那股价下行要到达187，我们会看到在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195.5到196.2，在这个区域将会是一个支撑。然后我们会看到，前一个交易日的最低和2月22日这根 K 线最低在192附近也是支撑。同样我们会看到这条底高的上行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交点呢也是支撑。所以我们说股价如果一旦出现下行，在到达187之前，从20日均线值的上限，也就是196.2，一直到187呢，在这个区域都是支撑位，对，也就是这个地方的支撑还是比较强的。好，那么我们把这条水平线呢调整到196.2这个位置。好，我们上移一下，作为日内的观察。好的，好，那股价一旦跌破了187呢，我们说将会出现底低，因为上方已经有头低了。一旦股价日后收盘价跌破187，将会建立空头趋势。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62这个水平线。162就是从1月31日开始的这根齐涨的 K 线的最低。好，那么我们等股价跌破了187之后呢，我们再来讨论162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后续股价走势的分析。那么对于2月27日在盘中，我们要关注2个点。上方我们要关注202.5，下方我们要关注196.2。那我们看看上方是否能突破，下方是否能支撑得住股价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好，
那对于2月27日来说，目前我们之前如果仍然有持仓，并且持仓是在账户的余额是在盈利的基础上，对，这个时候我们要给出对于2月27号我们给出停损的位置。因为停利啊，通常跌破5日均线值，例如在2月21日股价跌破5日均线值，已经就出场了。那如果在当日还有守更低的位置呢？目前，我们说，如果停利早就应该出场了。所以说，目前我们只给出停损的位置。停损我们是指账户盈利之后要停止利润的损失，这是停损的，在我们视频当中停损的概念。那对于2月27日停损，我们要给到的是192，就是要守2月24日这根蜻蜓线的最低。那在之前我们在对于2月24日我们给出的是前一日 K 线的最低是196，所以对于2月27日我们要从之前的196这个位置要下移到192，也就是停损我们要守这根 K 线的最低。因为对于蜻蜓线来说，一旦股价收盘价跌破了这根蜻蜓线的最低啊，那股价一定会开启下行的。那我们再来说对于2月24日，我们守的是这根蜻蜓线的最低，但是呢，在2月24日它的收盘价是在196.88，它并没有跌破前一日这根蜻蜓线的最低196.33，所以呢，目前如果仍然持有盈利的仓位，目前还没有停损出场。那到了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我们要把这个停损的位置要下移到这根蜻蜓线的最低192，这是我们说下移这个停损位的理由。然后如果比如说我还是继续要看多，我想承受更多的成本干什么呢？来就是说我们预测股价还会做多向上，那么也可以把这个停损的位置下移到187，也就是对于2月27日已经盈利的账户停损，或者是在192，或者可以放在187。那以承担这样的风险呢，去赌这个股价会出现反转向上，对的。好，那么如果我们再继续延伸向下去说，如果股价跌破了187呢，我们认为应该是即刻出场，因为一旦股价收盘价跌破20日均线值啊，已经是转空了。那如果跌破了187，无论出现什么样的 K 线的线型，都是要止损，叫做停利出场的。也就是依据我们自己的分析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啊，一旦跌破了187，一定会看162的，不管股价是否能到达162，但空头的目标一定是162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停损的位置的解释。好，第二个我们来说，这是我们在2月22日收盘之后的视频当中给出的操作建议，技术上的操作建议，是在这个地方进场抢反弹，是2月22日的收盘价在200.86附近进场抢反弹，是以5%的仓位进场抢反弹。目标是次日的209，然后止损位是守在当日 K 线的最低，是在192这个位置。
那到了2月23日，股价收盘价，在盘中没有到达209，那有可能还没有盈利出场。对，那收盘价也没有跌破止损位，所以到了2月23日依然是持有这5%的强反弹的仓位。那到了2月24日收盘价没有跌破这根蜻蜓线的最低，所以说还没有被止损出场。那对于这样一路操作下来，目前这5%的仓位是亏损的状态下，就是账户的余额是亏损的状态。对，那么到了2月27日，我们给出对于这样5%的仓位止损位，我们要从196下移到192，在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是我们对于在这个位置强反弹进场的，目前还持仓的要守，也就是止损位要在192。好，那么这是我们对这2方面操作的技术上的建议和通常情况下的操作规律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空头。空头我们依然是讨论空头，并不是给空头的操作建议。那空头在2月27日，我们认为在200关口这个位置和205这个位置，包括上方的210，我们说在这3个位置空头都会有加仓。那针对于2月27日200关口是空头加仓的位置，那空头在这个地方加仓目标一定是187和162。为什么我们说空头在200关口会有加仓呢？我们其实可以看到，目前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横盘区域是在187这根 K 线的最低和2月16日 K 线最高217之间，而200关口到202这个区域，也就是在2月27日这些均线值。新生成均线值的这个区域正好是在200到202之间，那这个地方是多空双方争夺的位置。为什么呢？这也是横盘区域的中线。然后呢，这些均线值将成为多头的压力。然后呢，这些均线值将会成为空头的支撑。所以空头一定会在这样一个位置进行建仓或加仓，这是我们判断空头的依据。那在这个地方，如果建仓加仓，上边205和210都会有加仓，然后呢，当然也都会有建仓。然后对于这样的空头，它的回补位依然是在217。其实如果我们依据这样的一个分析，我们会看到股价一旦能够后续首先站上200关口，如果还能继续向上呢，那空头是非常危险的。那多头一旦说出现一个大的买盘，能够到达217附近呢，那我们说空头会有回补。空头一旦回补，这个地方是很容易被突破的。那这个地方一旦被突破呢，从技术上就是 K 线上说，这就叫回档成功，并且呢，在2月24日这个股价我们说已经回踩了20日均线值，所以说对，依照这样一个分析的思路呢，我们说对于2月27日在200到202之间，在这个区域将是多空双方争夺的一个区域。
那这个前提也是说，股价在当日出现反弹之后，多空双方会在这个地方去争夺。那一旦如果是低开盘，甚至跳空的低开盘，那我们说在20日均线值，也就是在这条水平线这个位置啊，空头一定也会加仓，对，目标那一定是162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空头操作的一些讨论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2月27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上方呢，我们给出一个标志位，就是5日均线值是在197.5，在这个区域，在这个地方到195.5、199.5附近，在这个区域，这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。然后呢，我们把5日均线值和前高和其他均线值合并之后，第一个支撑区间是从197.5到202.5，对，在这个区域，这是第一个压力区间。第二个压力是210，第三个压力是217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。下方的支撑，第一个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是在195.5到196.2之间。第二个支撑是前低，包括2月22日的最低是在192附近。然后是第三个支撑是187，第四个支撑是181，是2月2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，我们给出2月2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第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平盘，也就是依然收盘在196附近。那如果是这样呢，它将会是高开盘或者是小幅的低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95.5，最高上方会到达202，收盘会收在196附近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可能。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我们要给出2个方向，一个是股价会继续反弹，另外一个方向是下跌。那如果股价继续反弹，它将是一个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96，最高上方会到达205。收盘会收在202附近。出现这样的反弹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，并且呢，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96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反弹。那另外一个方向是下跌。如果是下跌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95.5，最低下方会到达188.5，收盘会收在190附近。那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96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，股价将会出现下跌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2月27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。同时在这里也非常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